don't get up. Lost me. I forget I wasn't listening. 这一次，我们从 G318的起点出发，好像从这里开始，路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我们也上路了，进山之后，天气一下子变脸，前面还是蓝天，没过10分钟，大雾直接压下来，不是那种远远的雾，是贴在挡风玻璃上的白，雨刷刮过去还是白的。到观景点的时候风特别大，经幡被吹得一直打在木杆上，啪嗒啪嗒的响。我们没停多久，手都被吹得发红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高原不是用来看风景的，是用来适应的。再往上开，云突然散了。刚刚还是灰白一片，现在颜色全部跳出来。山顶那座很大的经幡塔，在风里一层一层翻动。刚下过雨，地上是湿的，鞋底沾满泥。对，钻进去，小心磕头。我们钻进经幡塔里面转了一圈，里面很安静，外面的风声被隔开了一点。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天空已经完全放晴。山里的天气真的不讲道理。第二天走天路18弯，从高处往下看，弯道像一条被折起来的线。我在车上其实有点晕，每转一个弯都得轻轻吸口气。路上遇到一大群牦牛横穿公路，他们走得很慢，也不看车，所有车都停着，没有人按喇叭。风从草原上吹过来，带着一点土腥味。那一刻的画面很简单，牛、车、山，没有别的声音。到姊妹湖的时候，海拔已经很高了，一下车，呼吸明显变短，走几步路就要停一下。从高处看，湖是蓝色的，走到湖边，其实没有那么蓝，但水很清，能看到底下的石头。湖边很冷，风一直往衣服里钻。大家拍完照，很快就回到车上。现在到达的是巴塘错浦沟景区。错浦沟比我想象中安静，坐小巴进去，窗外是2层的藏式房子，红墙、白墙，颜色很干净。康珠纳措的水是那种发亮的绿，旁边几乎没有声音。我们在森林里走了一段路，脚踩在碎石上沙沙响，偶尔有风吹树叶。去格聂的路是这趟最难开的，塌方的地方很多，有的路像被挖过一样，坑坑洼洼。对面来了一辆大车，车身晃得很厉害，我们都下意识往另一边靠，沿着小溪慢慢往里走。突然，那座棉花糖山出现在视线里，雪被阳光打得发白，亮到有点刺眼。第一反应不是惊叹，而是有点愣住。这是我们在泽巴村住的民宿，村子非常小，所以能选的民宿也非常有限。现在阳光还比较大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雪山，一会儿我们会爬到那个山顶。小牛吃草呢。格聂七神山，下面就是泽巴村。清晨很冷，手伸出来会僵，
我们站在屋外等日照金山，太阳一点一点挪上去，山顶鲜亮。这里就是格聂之眼了。礼堂的街道比想象中热闹，咖啡店、蛋糕店、古镇招牌，空气还是稀薄，但生活已经很具体。沙棘蛋糕，好冰冻。第7是喇嘛的出生地，其实是一间很小的房子，如果没有标牌，可能会错过。我们试穿了藏装拍照，布料很厚，走路有点不习惯。接着我们到达一家咖啡店，在去往野温泉的路上，我们发现路边的沙棘树。可以呀，它好像有点刺来着，一般的抖一抖就掉下来，小心，有点刺哦，小刺，你看，不扎啦。那你尝一尝。这里是泡澡的吧？涓涓细流，温泉泉眼。真的，你看今天的水温不高。最后去了四姑娘山，可能因为前面看了太多风景，这里反而显得很规整。我们去漂流，水不急，船慢慢往前，山在两边后退，30分钟不算长，但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，像是给这趟旅程按了一个缓冲键。这趟川西没有某一个瞬间让我情绪失控，更多的是一些细碎的感受。风很大，路很长，呼吸会变短，太阳很刺眼，但也正是这些具体的时刻，让人记得。我是阿松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